一块混凝土能不能浮在水面上？能，如果你把它做成船。是的，用混凝土做的船在历史上还真的就不少啊！而且如果没有他们，那场著名的诺曼底登陆也会失色不少。大家好，我是火箭叔，今天继续给你带来一项被遗忘的技术——混凝土船。它的诞生与发展，它的优势与劣势，它为什么没能活到现在呢？1848年，法国人约瑟夫·路易·朗贝尔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混凝土船，这是一艘小型的划艇，后来还被搬到了1855年的巴黎世博会上。但朗贝尔的贡献远不止一艘突发奇想的小船这么简单啊！实际上，他正是钢筋水泥的发明者，是现代城市丛林的奠基人。所以你看到了吗？有的时候我们的直觉并不可靠啊！铁做的飞机都能够飘上天，混凝土咋就不能浮在水面上了呢？实际上，相比起钢材，用混凝土造船那优势真不少啊！尤其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钢材是最为稀缺的资源之一了啊！相比起传统的钢船，混凝土船所需要的钢材不到常规船只的一半，成为了一种理想的替代品。这便是它的第一个优势了。节约钢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建造了12艘混凝土船，主要是为了评估它们的可行性。其中一艘长达132米啊，已经完全就不是朗贝尔当初的那种小打小闹了。到了1918年，这项技术的重要性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因为美国抓获了一名德国间谍，发现他偷走的，竟然是完整的混凝土船的设计图和建造计划。到了二战，美国又建造了24艘长约111米的蒸汽动力混凝土船，并且在混凝土成分上就进一步的进行了创新，使这些船比一战期间建造的更为坚固。此外，美国还建造了至少80艘的无动力的混凝土驳船，这些驳船需要用拖船来牵引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平底拖船不同。这些混凝土船的形状与普通船只类似，主要是用于运输石油、矿物、武器弹药和补给品，尤其是冷藏货物。除了美国，英国也建造了数十艘类似的船只，它们主要是驳船。而且这些混凝土船还在诺曼底登陆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广泛用于运输弹药和燃料，充当浮桥，甚至作为防波堤。一些混凝土船还配备了发动机，用于运送部队和作为移动的餐厅。是不是你根本就想不到呢？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混凝土船其他的几个优势了：材料丰富且容易获得。混凝土船的建造材料不过就是一些常见的水泥、沙子还有碎石等等，这就使得它们的生产能够在钢材短缺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高效不受资源的限制。而且由于建造混凝土船所需要的工艺和设备相比起传统的钢船要简单很多，船厂的建设和运营成本也较低。对于一些工业化程度较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建立混凝土船厂是一个具备竞争力的选择。混凝土材质具有较强的抗腐蚀性，它不会像钢材那样生锈，除非发生裂缝。裂缝发生之后呢，维修相对也是比较简单的，可以通过水泥或者是树脂等材料快速修复。混凝土船的耐用性使其在长期使用当中保持着较低的维护成本。混凝土船的船体对于碰撞还具有较强的抵抗力，无论是与其他的船只、冰山，还是比如像岩石这类的自然结构发生碰撞，都能够较好的保持完整。混凝土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抗冲击性能不容易发生裂缝或者破损。最后，混凝土比金属对温度变化的响应更为缓慢，因此混凝土船特别适合用于运输冷热货物如油品、冷藏货物、液化气等等。这一点对于需要经常在极端温度下航行的船只尤为重要，简直越说越香了，是不是？但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现在却一艘都看不到呢？因为它的缺点显然更多嘛。尤其是对于现在这个追逐效率的世界来说，第一，它重量较大，虽然混凝土的密度比钢材要低大约4倍，但造成船之后仍然比钢船要重得多。这是为了弥补混凝土的脆性，船体结构必须比金属船只要更厚，通常需要增加约10倍的壁厚，这直接增加了船只的重量。而由于这样的增大，混凝土船的排水量就得要比钢船更多嘛，这就导致了其水阻较大，进而增加了航行时的燃油消耗。所以燃油效率低是它的第2个缺点。第三，如果拿同等尺寸的混凝土船跟钢船相比，它们的运载能力几乎差了1倍，所以混凝土船的运货效率也较低。第四，尽管混凝土本身的单位体积成本比钢材要低，但由于混凝土的船只需要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劳动力，这综合起来的成本也就偏高了。总之就是一个不划算。而不划算的事儿，除了战争这种非常时期，谁会愿意干呢？今天如果你前往
古巴海岸，说不定还能有幸见到这艘已经超过100岁的圣帕斯夸尔号。如果你的胆子再大一点，甚至也能翻上去住上一夜。毕竟这艘搁浅在古巴海岸的混凝土游轮，在1990年代确实被改造成了一间酒店。想要体验幽灵船，还有比它更好的地方吗？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火箭叔，别停下去探索。今天我要带你们感受一把大脑被知识冲刷的爽感，一起来学习小麦收割机的工作原理。小麦收割机也被称为联合收割机，是现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工具。它集切割、脱粒、清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极大的提高了收割的效率。然而它的工作原理也非常复杂，所以请办好小板凳，认真听课啊！要是手里面能够拿个面包，边啃边听就更有感觉了。下面我们就来开始先从割台开始讲起。它位于收割机的前部，作用有点像是厨房里面的剪刀。它通常由一系列交错排列的齿形刀片组成，这些刀片在高速旋转的刀轴驱动之下进行快速的往复运动，能够有效的割断小麦秆而不损伤麦粒。这些被切割的麦秆通过一个输送螺旋被送入到机器内部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同时割台还配有自动的调节系统，能够根据地形的起伏自动适应高度，确保割刀始终保持在最佳的收割位置。接下来就来到了喂入系统喂入系统的核心是一组强力的输送链条，它们负责将割下来的麦秆平稳地送入脱粒系统。这里面配备的传感器会实时监测麦秆的流量和密度，通过调节输送速度来匹配脱粒系统的处理能力，从而避免堵塞和效率下降，以适应不同的收割条件。脱粒系统有点类似于料理机里面的搅拌功能，在脱粒滚筒内部装有多个打击棒，当麦秆通过时，高速旋转的打击棒对麦穗进行冲击，使麦粒与麦穗分离，而这些脱离下来的麦粒通过凹板塞掉落到下面的分离系统。脱粒系统的设计考虑到了不同作物的特性，可以调节滚筒的速度和间隙，以适应不同品种的小麦和收割条件。当麦粒来到分离系统之后呢，它会通过转子和筛网进一步将麦粒和麦秆分离。筛网会根据粒径大小分离麦粒和较大的杂质，而风扇则会利用气流将轻质的引壳吹走。转子的高速旋转产生离心力，进一步分离麦粒和杂质。现在较为纯净的麦粒就来到了清选系统了。在清选系统当中，风扇和振动筛起到了重要作用。风扇通过气流将轻质杂质给吹走，而振动筛则进一步筛选麦粒，确保只有干净的麦粒能够进入到储粮箱。这个过程类似于在厨房当中使用筛子来筛面粉，将杂质去除。清选系统的设计允许调节风扇的速度和筛网的倾斜角度，以适应不同的收割条件和作物类型。清选之后的麦粒被送入到储粮箱当中，这就相当于将处理好的食材放入到我们的储物柜当中去储存了。不同系列收割机的储粮箱设计有所不同有的是用于不停收割，能够在100秒内清空13吨的谷物，极大的提高了收割的效率。储粮箱还配备有重量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谷物的重量，帮助农民了解收割的进度。在收割过程当中，难免还会有一些没有完全分离的谷物，尾穗处理系统会对这些谷物进行再处理，通常包括再次脱粒和清选的过程，确保每一粒谷物都被有效收集。当储粮箱满了，就需要将谷物卸载到拖车上。卸粮系统就像是一个大漏斗，通过螺旋输送器将谷物快速卸载，同时通过调节方向，确保谷物能够准确倒入拖车。卸粮系统的设计允许在不停止收割机的情况下进行卸粮，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为了确保在各种条件下都能够高效工作，小麦收割机配备了联合收割机顾问自动化技术，摄像头和传感器时刻监控谷物质量、机器负载等情况，就像智能助手一样，确保整个收割过程顺利进行。自动化技术还包括了 GPS 导航和自动驾驶功能，能够确保收割机沿着最佳路径行驶，减少重复作业和遗漏。最后剩下的麦秆需要处理吗？切碎和抛洒系统将麦秆切碎并均匀地抛洒在田间，就像厨房里面的垃圾处理器一样。它的设计允许调节切碎的长度和抛洒的范围，以适应不同的土壤管理需求。均匀分布在田间的麦秆碎还有助于土壤的保水和增肥。好了，怎么样？冲洗过后，你的大脑记住了哪个点呢？全世界最危险的铁路在哪儿？答案应该没有争议印度。孟买郊区的铁路网络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之一了，它每天大约需要运送750万名通勤者。公平点来讲呢，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保持如此规模的平稳运行，对于世界上其他的地区来说，已经是一种奇迹了。铁轨将孟买一分为二，在其穿越人口稠密地区时，最多只会被一堵矮墙给隔开。大约2/3的中心线两侧都有贫民窟。
由于人行天桥很少，而且相隔很远，所以行人最常见的穿越方式呢，就变成了非法冲过无人看管的铁轨路段。在高峰时段通常每分钟都会有大约45个人横穿铁路，而这样的行为自然就造成了大量的伤亡事件嘛。于是难题就摆在了印度政府的面前，怎么才能缓解这个问题，同时还不用花太多的钱呢？有点贪心哈，但是呢，他们居然还真找到了。位于孟买的一家名字叫做 Final Mile 的公司，给印度铁路局呢提供了一个创意。它由3个基于心理学和决策科学方面的研究所制定的方案组成，分别利用到了莱博维兹假设、战斗或逃跑反应和鸡尾酒效应。咱们分别来讲一讲啊。第一，为什么这些乱穿铁路线的人们意识不到正在接近中的火车所带来的危险呢？这是因为进化使然的。莱博维兹假设进化使我们倾向于将一个向我们快速接近的较小物体视为比相同速度移动的较大物体更为危险。这是因为在我们的进化阶段呢，较小且移动速度更快的物体，比如狮子、老虎等等曾经杀死了大多数的早期人类，而不是较大的物体，比如大象和长颈鹿。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们的大脑对较小且移动速度更快的物体就变得更加的敏感和警觉了。这种适应呢，至今仍然存在。因此，人们无法正确感知火车这样的大型物体的速度，没有将其视为威胁，然后就完全无视规则的横穿铁路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Final Mile 建议在间隔相同的枕木上漆上一组鲜艳的荧光黄，使其成为火车速度的标记物，让穿越铁轨的人们一目了然的就能通过观察漆黄色块在火车身下消失的速度来判断出火车的速度从而做出躲避动作。但是你以为你知道了火车的速度之后就能够真的躲避得掉吗？这就来到了第2项研究的应用了，战斗或逃避反应。这是人类和其他动物在面对潜在的威胁或者是危险情境时的一种生理和心理反应的机制这种反应呢是一种自动的本能的生存机制，旨在帮助个体应对可能的危险或者是威胁，并促使其做出适当的行动选择。不同的个体可能会由于情境的不同和自然倾向的不同，在逃跑、对抗和僵硬之间做出选择。但往往当古老的生理反应在面临现代的威胁时，几乎都会做出错误的决策。只是由于人们看不到这个错误决策可能会带来的后果，才选择忽视它嘛。那好，那我让你看见它不就好了吗？于是 Final Mile 聘来了一位专业的演员，拍摄和制作一个由3部分组成的画面。画面上，一名男子在被撞倒之前惊恐万分的面部特写，显然会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谨慎嘛。他们再把这样的海报设置在一些事故发生最频繁的地点，从而让穿越轨道的人们在一开始就宁愿选择慎之又慎最后，是一个叫做鸡尾酒效应起作用的部分了由于我们的大脑一次只能关注一个声音，因此如果有太多的声音，大脑就会自动过滤掉其中的大部分了。如果火车的喇叭声与靠近穿越者的其他声音混合在一起，或者与另一列来自相反轨道的火车的声音混合在一起，那么穿越者就将无法判断火车的接近方向。在这2种情况下，他的决策能力都受到了影响，导致他对接近的灾难漠不关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 ，Final Mile 建议铁路局改变用于警告人群的鸣笛的模式，将原本连续长时间的长音鸣笛改为有时间间隔的短音鸣笛，这样就可以帮助过路的人们判断火车的方向，从而使他们在火车靠近时保持谨慎了。好，以上呢都是一个叫做瓦达拉试验的组成部分。那请问，仅仅只是通过一些小小的心理技巧会有积极的作用吗？当然是有的啦！印度铁路局通过该试验，成功的将与穿越铁轨有关的死亡率减少了大约75%，并且实现这个目标只花费了数千卢比，而不是数亿卢比可以说，鱼和熊掌，它都得到了。来，你听听，这是什么电的声音？水电、火电还是核电？都不对它是锂电的声音。用不同的电，竟然能够给音箱带来不同的影响，这很玄学先打住它可能是科学。我们先来问问 ChatGPT， 看它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你看，答案很清晰一共有4条。虽然有一条明确写出了心理效应的重要贡献，但1和4显然也明确指出了电源质量的差异和基础设施不同所带来的不同
火电和水电在发电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电源质量，这些电源质量的差异可能会体现在电压波动和噪声干扰上。这些细微的电源波动和噪声干扰会影响音响设备的表现，从而影响音质。有道理吧？那我们换成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看看会不会有所改进呢？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由于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输出功率可能较为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可能导致电网电压波动增加，从而影响音频设备的表现。不过现代电网通常会使用各种技术手段来平滑和稳定输出，因此实际差异可能不大。好吧，看来只能上锂电了啊。使用锂电为音箱供电，可以显著减少或者消除由电源质量差异引起的音质影响，因为锂电池提供稳定的直流电压，不会像交流电源那样受到电网波动的影响。锂电池不受电网中的电磁干扰和噪声影响，这些干扰可能会影响音响设备的性能。通过使用锂电池，音响设备与电网完全隔离，避免了因电网质量差异，如火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等带来的潜在问题啊！你看，所以听锂电才是王道啊！而实际使用下来，这款赫格塔雷 Biggie 音箱所提供的音质也的确是远超同价位的其他音响，低频有弹性，人声很饱满，音乐清澈透亮，绝佳的听音感受让你很难相信是从它这个小巧的声区里面爆发出来的。锂电不仅为 Biggie 带来了更为纯净的音质，还让它成为了移动的音乐厅。你在哪儿坐下，它就能够在那儿陪你。客厅、书房、卧室，甚至是厨房，场景不同，但享受相同。怎么样？心动了吧？现在这款音箱还在预售期，截至22号晚上24点，你预付100就能够当200来使用啊！翻过这个节点，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优惠了。我们说到做到，所以你还不赶紧想下它吗？但是说到省心，黑格解决方案在后2步的省心才更加打动我心。第2步是清洗，它一度是让我最为头疼的事情了啊！把模型先从底板上撬下来，然后放进酒精里面清洗，同时还要再处理沾满了树脂的成型平台，最后再把酒精回收到罐子里面。刺鼻的气味，到处洒的树脂和酒精，让这个流程极其的不友好。但黑格简化了这一切，你只需要把整个平台加模型倒着放进清洗盒里面，倒入酒精，放上扭机，设定清洗时间，然后再将它放到另外一个空的清洗盒上面，拧开龙头，上面的清洗液就能够一滴不漏的回收到下面的清洗盒里面了。此时取出模型和平台，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啊！下次重复一遍这样的操作就好了，以前的麻烦全都不用经历了，这点我给满分啊！而且扭机这样运动是会让酒精完整的晃动起来的，清洗效果更好，也是一个看上去不太高级，但实际效果很惊喜的设计啊。不过它俩在使用起来还是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啊。有一次我在把上盒用过的清洗液漏到下盒里面后，忘记关上龙头了，下次直接就往这里面漏液，结果嘛漏的是满桌子都是酒精啊，尴尬不已。所以记得每次使用之后和使用前都要检查一下这个龙头的位置哦。同时我还有一个需要吐槽的，把整体的成型平台往这个盒子里面一放非常方便，但是你放进去之后再想把它取出来就变得很困难了。希望黑格能够在这方面呢想办法去调整以及改进一下。好，清洗完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2次固化。黑格的这台固化机非常之大啊，因为它采用的是双固化模式，同时还带有烤漆功能。另外它也要保证全舱光强的均匀嘛，实际效果也很出色。而且不管是清洗机还是固化机都是可以联网发任务的，意味着它们可以根据你所使用的数值来更合理的安排清洗和固化参数，不容易发生固化不到位和固化过头烤焦了的情况，让模型的成品更加出色。3者加在一起就成为了一套准工业级的光固化打印方案，省心省时省力，非常值得你来考虑啊。尤其是遇上了大促的好时机，黑格的618活动即将展开，主机套餐、脉冲玻璃模块、设备耗材都会开启85折的限时优惠，尤其是脉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树脂则是任意3件95折，水洗树脂更是限时199就能买1瓶，当然你最多也只能抢到3瓶，非常之划算啊！赶紧到黑格官旗报上暗号科学火箭书去抢下让你心动的那一台吧。哦，对了本期的视频没有讲到树脂，黑格的树脂当然是可圈可点啊！咱们留到下期再讲吧，保持关注哦。
我个人觉得光固化 3D 打印机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和玩具，但是阻碍我们的就是它复杂的操作和大量搞不明白的参数。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极客，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意愿、精力和时间把自己变成极客的。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想玩玩光固化 3D 打印实现更精致的打印，实现手办自由，实现快速的将自己设计的产品原型化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软件背后的算法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只需要给软件一个数字模型，然后让 3D 打印机吐出一个真的模型出来就可以了。这在以前很难办到因为大家都没有形成一个软硬件配合的很好的生态。但现在我在黑格的 Reflex 和黑格的 Blueprint Studio 上面看到了希望，这对普通用户而言非常友好。当然，它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在任何后台动作的时候，这个 Blueprint Studio 呢都是没有进度条显示的，不管是修复、切片还是发送都没有，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黑箱。我是希望有些事情不用我操心，但至少你得让我看到你正在做这个事情吗？还要做多久吧？否则我经常就有一种冲动，想要打开任务管理器结束掉它的这样一个任务，因为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坏了，程序卡住没反应了。希望黑格后续能有所优化当然，如果你就是一个极客，就是一个高手，使用起来也会很爽的。抛开一键切片不管，它的可调参数自由度也很高，你一定会乐在其中的。接着咱们重点就来到了脉冲玻璃料盘，它需要配合这个脉冲主机一起使用，目的一是让打印模型的质量更高，二是让高性能材料的打印成为可能。比方说弹性、蜡型、高强高韧树脂，你就必须要配合脉冲玻璃模块来使用了。它能够将每次在把模型剥离离心模时的拉力减少一半。这个一半当然是官方数据但是就我这段时间连续打印的数个模型来看，至少他们身上没有之前很容易出现的横纹，没有细节的丢失，也更不会打着打着就直接掉到料槽里面去了。我之前遇到过很多次有一次粗心的忘记清理还残留在成型平台上面的支撑件，结果它硬生生的下降，直接把我的离心膜给戳破了，害得树脂流满了整个屏幕，惊险到不行所以推荐你尽可能的带上它离心力减小了，支撑也可以变少变细，所以省下来的材料钱就能够很快的把它给挣回来。好，第一步打印讲到这儿就算是差不多了。我的实际使用感受是很智能、很高效、品质高还省心当然Reflex 是不支持自动回收材料的，它需要你自己倒回去。这儿同时也体现了一个设计上面的用心倒料口又宽又顺，大小正好跟它的料盒完美匹配。其实我在一开始还闹了一个笑话，刚才我说了黑格的料盒呢都是有2个盖子的，对不对？顶上那个是为了插进去供料的，而倒回收的材料时候呢，需要将它给拧下来，这样一个宽大的开口就呈现在了你的面前。但是我第一次没有注意到，还以为料就是从上面这个带了球封的口子倒进去的，所以特麻烦的一边拿个东西把那个球封给往下摁，一边才是很别扭的把材料往里面倒，一边倒还一边吐槽这设计的也太不人性化了吧！结果呢是我自己的问题又犯了一个自以为是的错误检讨这是一个页面传感器它可以在缺料的时候打开闸门往料盘里面补料。然后你看Reflex 的显示屏相当之大，而且显示的信息也相当之全，从机器本身的各种健康状态到每一个关乎打印质量的详细设置，再到打印过程当中的进度提示都清晰明了。触摸操作起来呢也比较丝滑虽然还是达不到像滑手机屏幕那样的反馈，但体验的感受已经很好了。当然更多的操作其实是在电脑端，黑格的任务管理软件Blueprint Studio 又是一个让我非常惊喜的部分概括起来说就是界面高级，使用简单，智能化程度很高。你看这3样东西在配网之后都是可以通过线上管理的，你可以随时查看他们的状态，随时调取他们之前的历史任务，对流程做到了然于胸。但对我而言更重要，也是更加震撼我的是它的切片功能了，几乎可以做到傻瓜操作，因为它有一键切片功能。我演示给你们看一下，打开切片器，新建项目，在顺序选择了打印机型号、料盘型号。对了，
这个脉冲玻璃料盘相当好用啊。我讲完这个部分，就来讲它应用类型。使用的材料和成后之后，就进入了切片界面。导入模型之后，直接点这个键，一键切片就好了。软件会自动修复、摆放支撑、排版和切片，你任何设置都可以不用管，甚至也可以不用懂，它给你的结果往往非常出色，然后直接网络发送到机器就能够打印啦，轻松高效啊！这是劳拉的手办模型，非常精致，但其实它跟我小时候玩游戏时印象里面的劳拉完全就不一样了，也难怪啊，第一代的劳拉是这个样子。话说古墓丽影应该没有几个人没玩过、没看过吧？又是童年回忆，有没有？最近我用光固化 3D 打印机打了好几个这样的童年回忆，劳拉算是一个，还有生化危机里面的吉尔，变形金刚记忆版里面的擎天柱，后面应该还会安排威震天、春丽、老白、约翰沃克等等等等一一登场。哎呀，生产计划已经排得满满的了。为什么我最近又开始这么热衷于光固化 3D 打印了呢？因为我有了一套全新的解决方案了，而这套方案基本上解决了我之前用光固化所有的顾虑。下面我就来好好的跟你聊一聊它，不是它们。这套组合就是黑格 Reflex 光固化打印机、全自动清洗机和固化机，分别对应于打印、清洗和固化环节。一个原本只存在于电脑上面的数字文件，通过它们，你就能够在现实当中拿在手上把玩了，非常适合产品设计师、小型工作室以及资深的手办爱好者们使用。咱们先来看看流程的第一步打印。Reflex 是怎么做得更好的？首先它采用了一个我认为既聪明又简单的方法来供料。料盒是这种带有 L 型拐角的细长的盒子，它有2个盖子。第一个盖子带有一个球形的自封口，它的这个密封球在没有被压下去的时候，里面的材料是漏不出来的。当我们将它插进 Reflex 的供料口，料盘上面的一根顶针就会将密封球给顶起来，于是就能够让材料流到料盘里面去。那万一流多了该怎么办呢？聪明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啊！你看，这是一个闸，它可以升起和落下。升起来的时候呢，材料会从料盒里面流出来，当闸门一落下，材料就不会流出来了。哎呀，我是很喜欢这样的设计啊，把一个既成熟又有效还简单，只是比较古老的方案应用在了这么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之上，实际上是充满了智慧。我之前见识过别的品牌的一些自动供料方案，看起来用的是更加高大上的技术，但效率极低，一点不夸张的说等他把料盒里面的材料给抽出来，我等了1个中午也没有见他铺平料盘的底面昨天视频留言里面有人问我这只老表的辐射怎么会这么强呢？很简单因为它的指针上涂了雷。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雷姑娘的故事？那我今天就讲给你们听听1902年的4月20日，经过多年的努力，玛丽和皮埃尔·居里，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成功的分离出了一种全新的元素——雷。那个时候的人们对放射性的了解还不多，但大家普遍就会认为它对人体是有积极作用的，尤其是在杀死癌细胞方面。另外，雷的发光效果也会让很多人相信它具有神奇的健康功效。在无良商家的推动之下，雷就被添加到各种各样的商品当中了。人们可以买到含有雷的巧克力和零食，或者购买雷涂层的罐子来储存饮用水。雷被加入到化妆品、护肤品、牙膏，还有其他的洗漱用品当中。市场上甚至还有雷膏药、雷糖浆、雷酸剂等等药物，据称可以治疗所有的疾病。人们还会去雷疗养院享受雷浴和雷桑拿。的确是一个雷人的时代人们并不知道含有极高放射性的雷实际上是非常致命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战还又帮雷推波助澜了一把。雷的另外一种用途开始显现出来了，将其混入颜料当中，可以使其在黑暗中发光，这就使得雷成为涂覆手表表盘、控制面板和仪表盘的理想材料。雷为战场上面的士兵提供了急需的照明，而无需依赖灯具或者是其他的笨重的设备。从1917年开始，对雷涂层表盘的需求激增，美国的雷公司开始在多个州建立工厂，其中就包括一些专门从事表盘绘制的工厂。绘制表盘嘛，当然是细心的女工才能够驾驭的。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薪水不错，工作环境还相对舒适，技术性强且受人尊敬。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还能够天天免费接触到人人都爱的雷他们需要用含雷的颜料在新印制的表盘上一笔一画的涂上需要发光的部分。为了确保精确，女工们被要求在每次描画之间用舌头去舔画笔的尖端，以使其变尖。
考你一个问题啊，人类为什么会演化出大脑袋？主流的解释是，制作与使用工具是驱动大脑变大的关键。因为大约在200万年前呢，人属物种将石头制成了武器，并且开始狩猎野兽，持续摄取越来越多的脂肪与肉类。于是，新的饮食习惯又反过来让人类的脑袋变得越来越大，认知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最终呢，就成为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了。但是，它对吗？不一定啊，因为事实上，制作工具根本就不需要花费这么多的脑力啊。就在我们身边，有不少的动物呢也会制作工具，但它们的脑袋大吗？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只是为了制作工具，人类的脑袋根本就没有必要长到这么大嘛。那好，人类的大脑袋究竟是为什么而长的呢？你一定猜不到，因为它是为八卦而长。这是另一派学者主张的所谓社会脑假说，因为刚刚演化出直立步行能力、手握师傅站在非洲草原上面的早期人类啊，看起来真的是只有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们体型不够大，脑袋不够聪明，跟其他掠食动物相比起来，简直是弱爆了。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想要生存呢，就只能采取一种方法：集体狩猎。然而，想要随时约到别人跟你一起打猎，你就得先要建立起稳固的社会结构才行嘛。于是，为了分享和收集讯息，人类发展出语言这样一个高效的沟通手段。为了进行社会性的接触与情感上的交流，我们很早就学会了八卦：谁怀孕了，谁跟谁走得更近了，谁的眼睛最近看不清楚，等等等等。所以啊，八卦无罪，它恰恰是把我们变成人的关键因素啦。